大部分的人只离开了自己的山谷几次，然后家里的责任也多，除了养蜂以外，都有其他的牲口、其他的农货和家人要照顾，不可能他们去发展自己的品牌，销售自己的蜂蜜。所以我就确定了 ，OK， 你们已经那么辛苦，我们已经发展到这里，那就算了，我就不离开，我就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为了卖出去他们的蜂蜜。因为我不要他们已经发展那么多，我不要他们是白忙，我不要这个事情会不成功了。大家好，我叫 Katrina KT， 我是来自美国，今天过来给大家讲一个在云南养蜜蜂的故事。其实我是来自美国一个养蜂家庭，我们夏天在北方产蜂蜜，秋天搬到加州提供授粉，冬天搬到德克萨斯州培育有抗体能力的蜂王。所以我只是在这个养蜂社会长大了。从高中学毕业了以后，除了养蜂以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学外国语言。所以我会去很多不同的国家，找到短期的养蜂工作。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世界上的养蜂，但是一方面可以学每一个地方本地的语言。所以我08年，我爸爸告诉我，他说：“哎呀，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学外国语言，我会去中国。将来中文肯定会特别重要，不管你住在哪里，是吧？”所以我说 OK， 那我就过去看一下。所以我到了中国农科院，我在北京，在一个 Proteomics 实验室实习了。那里有一个教授叫李建科，他有一天过来跟我讲，他说：“嘿，除了我实验室的工作以外，我也在国家各种地方做扶贫项目，养蜂的扶贫项目。现在有一个地方在云南的迪庆州，叫维西县城。他说这个地方环境特别棒，但是经济条件非常有限。他说现在我没有时间自己去做，你要不要代替我去考察？”我说：“本来我是安排回美国回老家，但我不管吧，我先过去给你考察。”所以我09年就到了云南的维西。一下车我就知道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养蜂天堂，因为我看了它的植被非常丰富。后来我学到了，在温带地方，维西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或者第二植被最丰富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看了，到处有蝴蝶，有昆虫，是个非常美的地方。不只是环境，我那天到了一个小农村叫葛华清，有14个家庭，他们是傈僳族，但确实在维西什么少数民族都有。有纳西族、傈僳族、彝族、藏族、马里马萨族，少数民族特别多。但是，特别是彝族和傈僳族，他们历史上，有这个传统，有这个养蜂文化。所以那天我到了葛华清，我发现每一个家庭都在养蜜蜂。我没见过一个农村每一个家庭都在养蜜蜂。所以我看了这个人的文化，然后我看了这个地方的环境，我打电话给我老师，我说 OK，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我就先不回去美国，我先待在这里一会儿，我开始做培训，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发展，能不能推进。所以我开始跟傈僳族进去大山里面。他们马上在我眼里面就是英雄。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可以进大山里面，可以待3天4天，不需要带吃的，不需要带设备，所有他们需要的，为了生存，他们完全知道在山里面怎么找到。他们可以找野生吃的，可以找马蜂，
我就看了他们的能力和知识，我觉得哇，除了这个知识以外，他们可以看着中华蜜蜂飞，可以跟着走，可以找到他们的树洞。因为在他们的原始森林有很多树洞，中华蜜蜂会钻进。我傈僳族朋友们很高的树可以爬上，他们可以抓蜜蜂，放在笼子里面，带回家里，放在一个木桶养。我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养过蜂，但我根本没有见过那么刺激、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养法。我想给你们看我的蜂农可以怎么爬树。这是我们下层，他可能5、6岁就开始爬树，他什么树都可以爬，很高，确实很了不起。这是他在树洞里面抓野蜂，里面他们会有草皮、蜂蜜，所以他们会从树洞里面抓出来，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笼子，你可以看，自己编的笼子可以带回家里，会在一个木桶里面养，然后到时候会取蜂蜜。所以我见到了他们这个知识和能力以后，就让我特别想继续跟他们合作，看我们怎么把这个传统的养蜂文化变成一个创业化的，他们可以找钱的方式，可以照顾好家里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哪里没有人是做这个事情为了赚钱，这是我自己养自己吃，端午节割一点送给朋友们。所以我看了，如果我们要发展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创业化的一个项目，我看了他们的设备，他们的蜂桶有一些弱点。你们可以看蜂桶里面有草皮，这是蜜蜂自己修的，然后他们会固定的修在蜂桶上，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没办法管理，它们里面是看不到，所以你不知道里面蜜蜂健不健康，蜂王有没有，蜂蜜多不多，空间够不够，所有的条件你不能调整，你不能管理。蜜蜂在就在，它们不在就不在。对我们来说，如果要扩大规模，如果要增加产量，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想，那开始做培训，开始做这个项目，我就给他们介绍我们在美国用的蜂箱现代化的设备，然后可能可以用我们一些现代化的方法跟他们传统的方法融入在一起看，效果在维系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做我们的蜂箱。我会教你们怎么用我们的管理方法，然后他们马上拿了我蜂箱的设计，马上调整了，告诉我你的蜂箱还好，但在我们山里面可能这样修改会更有效。所以从开始，所有我想做的概念他们会做，但是会让它变得更适合他们本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从那天开始，我开始跟他们进大山里面原始森林，因为我们就确定了，我们不要从外面买蜜蜂，不要用进口的蜜蜂，要用本地蜜蜂，我们自己的野蜂。所以我们会进去大山里面，他们会爬树。那刚开始他们以为所有养蜜蜂的人就可以爬树，他们没有想到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个文化。所以有一天，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爬上很高很老的树，我觉得也很刺激，可以，我就跟他们爬上到一个很高的树枝，然后我们抓好蜜蜂，取好蜂蜜，装好了，他们已经开始下树。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了，哇，我在一个特别高的地方，整个身体开始发抖。他们就爬下到下面一个树枝，
然后我说算了，我不下来，你们去找一个楼梯，你们去给我想办法，我还是没办法。他们说没有楼梯嘛，我们走路半天到这里。我说还是我不下来 ，no， 对不起。我说你们给我想办法，我整个身体在发。然后他们用了半天安慰我，告诉我，嘿，你就下来，没有问题。最后我还是有点跳下去，他们抱了我，不让我掉下去。但从那天以后就不让我爬树。每一次出去，他们说你在这里等我们。我说 OK。那个时候，10年、09年那个时候，没有人卖过蜂蜜，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事情，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养自己吃，送朋友们。然后我刚开始来到那里，大部分的人不相信我，觉得我有点疯了，有点疯狂，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有差不多5个比较喜欢养蜂的人相信了我，然后愿意跟我继续发展。所以除了抓野蜂以外，我告诉他们牧童的蜂群要过箱到一个蜂箱里面，所以我培训了他们怎么一手一手从牧童过箱到蜂箱，然后用了2-3年的时间，每一个星期给他们培训。为什么蜂箱我们用了一个木框，所以可以动可以插。我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蜂王，蜂王是蜂群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吧？我也可以看蜂蜜多不多，他们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调整需要做，所有最基本的知识我都在教他们。他们学得非常快，很容易给他们培训，因为他们已经懂蜜蜂怎么回事，他们已经有那么多年的传统的一个养法，所以很快他们就学会了。我可以开始教他们更难、更高一点的技术，像培育蜂王最难的一个技术。我到第2年、第3年已经开始给他们培训，你怎么渔网，然后你可以人工分蜂，你可以发展得更快，不一定必须每一次跑到山里面找。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取蜂蜜的方式，他们没买过，他们没有想到外面的市场消费者会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他们就会从木桶割出来所有的草皮，然后扔在一个桶里面，放在那个仓库里面。这个蜂蜜里面会有很多杂质，会有幼虫，会有花粉。所以我教他们用我自己的方法，用一个隔网板，那样你可以把蜂蜜分开到第几箱。你取蜜的时候，你的蜂蜜会白白的、纯净净的。刚开始这是最难的部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他们觉得我的方式是浪费特别大，觉得没必要。但是最后他们发现还是有用。但是从开始，说实话，我所有要进步的概念，如果没有他们帮我按照本地情况来执行，会不成功。所以比方说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资源比较多，但很缺现金，所以对他们来说去修很多蜂箱是比较困难。森林里面已经有很多树是死掉了，他们会用树根会割出来四方，可以用那个不需要从外面买的一个方式来发展。所以完全是融合他们已经有的资源、已经有的传统和我现代化带进来的概念。他们在大山里面，我们产蜂蜜的季节很短，你差不多只有1-2个流蜜的时间。所以他们说我们有2个蜂王，不是会更好吗？蜂群不是会更强大，可以产更多的蜂蜜吗？我说有可能。但是我好好给他们讲，从一个科学的角度，你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比方说，每一只蜂王
它有它自己的蜂王信息素。如果2个蜂王在一起，你不好好把它们割出来，它们肯定会打架，会死了。所以他们就用了我教他们的科学的方面，然后设计了一个蜂箱，可以有双王蜂群。然后他们自己会搞一个实验，他们会第1年就一部分双王，一部分单王，然后取完蜜来告诉我说，还是我们双王的蜂群成功了。我说 OK， 好，那就按照你们的做法吧。我一直很羡慕他们的有创意的做法。还是想给你们一个例子，他们是怎么用创意的方法来发展。我们是在一个保护区嘛，熊特别多，熊非常爱吃蜂蜜，爱吃幼虫，然后我们损失趋势特别大。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能报仇，我特别爱熊，然后我们不要有这个情况存在。所以他们说 OK， 那就去了一个发电的公司，然后拿了2条线，从那个公司不要的线拉到森林里面，在树上拉了线，把他们所有的蜂筒和蜂箱搬到树上，搬到线上，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个木根随便爬上，因为他们什么都可以爬，他们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真的会在空天就站在木根在那个线上养蜜蜂。哇，我觉得真的没见过。然后我也拿了这张照片给我爸爸看，说你看他们会怎么做。我爸爸说哇，没有想到可以有人这样养蜜蜂。所以已经过了3、4年，这个时候我的蜂农已经发展得很棒，他们的规模是越来越扩得大，我们的产量也是越来越扩得大。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蜂场，有的人有3、4个蜂场。但我到这个时候发现，我本来想的有点单纯，我以为给他们培训以后，我可以离开，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企业，卖自己的蜂蜜，我就回家。但我发现，因为各种原因，语言不同，他们农村只有1个人可以说汉语。我们每一次交流是肢体，我就会动手，他们会点头，然后他们会没办法去上海、北京找客户。第2个是山比较高嘛，大部分的人只离开了自己的山谷几次，然后家里的责任也多，除了养蜂以外，都有其他的牲口、其他的农活和家人要照顾。不可能他们去发展自己的品牌，销售自己的蜂蜜。所以我就确定了 OK， 你们已经那么辛苦，我们已经发展到这里，那就算了，我就不离开，我就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为了卖出去他们的蜂蜜。因为我不要他们已经发展那么多，我不要他们是白忙，我不要这个事情会不成功了。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会以为养蜜蜂和卖蜂蜜是同一种事情，但确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虽然养蜜蜂的经验特别多，那个时候我销售蜂蜜我没有经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在我自己国家怎么卖，不说在中国市场怎么去卖这个蜂蜜，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为了他们必须坚持，所以第1年我就批发的买，能买给谁就买给谁，我也连那个价格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的价格。第1个客户我特别兴奋，有一个酒店的老板说要来从我们买蜂蜜，但是我在外面，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嘿，你们准备蜂蜜，我们有一个酒店的老板要来买。然后我回来了，我发现他们是装在一个水笔瓶，为了卖给他，我说 no， 不是这样卖。所以我那次发现，确实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这个销售的方面怎么做，必须我亲自来做。但是第一年我们所有的产品卖完了，然后14年以后，我开始认识其他的伙伴们，弄出来了我自己的品牌，开始发展了，有了自己的代理。然后那年那批货卖完了，我们一个蜂农赚了20万。那在农村你没有出去打工，在大山里面20万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所以那次以后，我们都开始有希望，都觉得哇，有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做得成这个项目。那次以后，没有人不相信这是个不稳定、不该走的路，可以说比较团结。那个时候，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很多挑战，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要培训规模小的大山里面的蜂农产蜂蜜，然后你也要找到大城市、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永远会是个比较大的挑战。这是一辈子的问题，不可能1-2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一直存在。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年会收他们的蜂蜜，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市场。我帮你过滤，我可以帮你装好。如果你找比我可以给你好的价格，我欢迎你拉回去。但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的客户，你可以靠我，我会一直找。如果你不放弃，我也会不放弃。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么一个形式。我到这一点必须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是养中华蜜蜂？为什么我们不养来自欧洲的意大利蜂？中华蜜蜂的产量比意大利蜂低，然后人工的成本是更高。我们大部分的蜂场是没有路，我的蜂农会背到里面。但是你看，这里是我父母亲的养蜂公司，在美国。他有很宽的路，他有叉车，所以他一个家庭养3000个蜂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所有的蜜蜂都在采野生花，所以如果你要养意大利蜂在里面，很不适合。中华蜜蜂和我们里面的野生花是一起进化过来的，我们的花是靠中华蜜蜂。如果中华蜜蜂灭绝，我们1/4那边的花也会灭绝，为了有一个很健康的多样性的状态。所以确实我们现在做的方法，虽然它有点慢，发展的有点慢，它有一定的成本，它还是最环保、最生态的。所以确实，虽然我们的做法去找野蜂，养中华蜜蜂，虽然这个有它一定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是对蜜蜂最好，对环境最好，也对我们的蜂农最好。但是我一直要找方法做得更好，帮他们发展得更好。所以我最近回去了明尼苏达大学，我也开始读博士，因为我想更深刻地了解环境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中华蜜蜂，然后我们的中华蜜蜂提供授粉是有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山里面的环境。但我要说，到目前为止，我认识我的傈僳族和彝族朋友们，是让我的生活最丰富，是给我带来最大的意义的方面。他们一直让我特别感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精神，他们不管有什么挑战，他们不需要买进来外面任何东西，他们可以给你处理，会一起跟你想一个办法。然后我希望通过我，世界上可以知道有这么这些人，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努力，就可以够照顾好他们的家，
养好他们的蜜蜂。因为说实话，我本来是开始做这个事情，因为非常喜欢跟他们在山里面跑。但是现在为了卖这个蜂蜜，我是一直在大城市的展会里面。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待在山里面。每一次觉得不要坚持，我就会看他们的照片，就觉得 OK，it's OK， 我可以做。说实话，你们可能一辈子不会认识他们，有可能不会来我们山谷，有可能自己不会养蜜蜂，我理解。但是因为我们的中华蜜蜂是提供授粉，因为我们吃的食物30%是靠蜜蜂，所以不管你可能一辈子不去大山里面，不管你可能一辈子不养蜜蜂，我们都需要支持蜂农，我们都需要保护蜜蜂，需要保护我们山里面的环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做的工作，希望可以支持蜂农，可以给他们一个非常环保的方式，待在他们自己的农村，好好的养他们的蜜蜂。所以谢谢大家给我机会，今天可以给你讲他们的故事，感谢了。